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3日下午的17点2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昨天的这波行情呢，我预计了美股和比特币同时会出现一个上冲之后回落的动作啊。那最终呢，美股出现了一个上冲回落，比特币也出现了一个上冲回落。这个信息呢，我在我的 Telegram 群和微信群和 VIP 群都同时给出了我是这样给出的啊。非农消息今晚北京时间8点半落地啊。美国任何消息都构成利好，无论什么消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所以消息释放当时会快速拉升，然后行情会重新回到当前趋势。那么消息落地的时间是昨天晚上8点半啊。我们看一下昨天晚上8点半发生了什么呢？8点半直接开始快速拉升，一波震荡之后呢，出现一个高点出现一0点，然后开始快速回落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包括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主联最终呢以下跌收盘收了一根阴线重新回到了它的下跌趋势。但是呢，消息落地的时候落地的时间，无论这个消息非农消息是好也好，坏也好，都会出现一个上冲动作包括了比特币的行情。我们在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15分钟级别。在这个行情里面呢，我们看到昨天非农公布的时间是晚间8点半，对吧？我们看到了晚间8点半的时候比特币的行情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拉到凌晨0点左右的时候0点的时候开始迅速回落验证了我们对美股的一个判断美股的判断是什么样呢？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美国如果出现任何消息的公布呢，都构成了一个利好，对于美股也好对于比特币也好，都会出现一个拉升动作。拉升动作完成之后行情回到原有的趋势上来。那我们知道我一直提的一个概念就是比特币目前为止一直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上冲之后大家不要抱有这个幻想继续做空那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是把握住了这个点所以呢，我昨天也在我的这个 Telegram 群里面Telegram 群里面给出了这个信息所以呢，它在上冲打针之后快速回落，重新回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行情整体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看这个美股美股的趋势昨天出现了一个新低。这个新低的产生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观察到了它的第一波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已经结束了。那么第二波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呢，从前天也就是周三开始。这根阴线呢，我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就是一波下跌吸油，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之后，第二轮次的日线级别悟空阴线出现。悟空阴线出现之后，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我认为是妖怪 K 线也就是这个反弹是围绕悟空阴线的实体部分产生的，它是一个震荡妖怪 K 线。那昨天晚间出现了一个上冲之后的下杀那这3根 K 线呢，同时构成一个悟空阴线组。在这3根 K 线形成悟空阴线组之后呢，我们对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它的趋势就有日线级别的8件阴线、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那么在周线级别上呢，我们认为道指目前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这个下跌趋势呢，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和8件阴线，这样呢，它在周线级别上就有走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在这种预期之下我认为比特币呢会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为什么说比特币要走日线级别下跌呢？因为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同步美股第一轮次的下跌17605这个点位上，它走出的是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它的反弹过程，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没有走出唐僧阳线，
就开始下跌了，它的反弹时间级别是日线级别。那我们看到了啊，美股的反弹时间级别，我们看啊，美股的这轮行情的反弹时间级别，从低点29653开始的反弹周期呢，它是周线级别的反弹。而比特币它是日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这轮下跌时间周期上，我认为道指是周线级别的下跌，道指是周线级别的下跌，而比特币呢是日线级别的下跌，就是时间级别相互对应之后啊，美股呢是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的下跌，比特币的这轮行情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和日线级别的下跌。时间级别我们要搞清楚。那现在呢，我们就分析日线级别。首先呢，8月19日这根阴线啊，这根放量的长阴线呢，构成了一个跌幅达到了10%，构成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围绕悟空阴线震荡之后走8阶阴线。那么目前我们从这个8月27日到9月3日。这一轮次的震荡呢，都处在什么位置呢？行情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它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一个震荡位。沙僧呢，在《西游记》里面也是沙僧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沙僧位这个位置上是考验我们多空的时间点，多空。在这里面不断的震荡，影响了我们的判断。这里面有很多的妖怪什么是妖怪呢？违背趋势上的它的震荡就是妖怪 K 线听明白了吧？那行情我们看到出现了悟空阴线之后，围绕悟空阴线震荡，这些震荡呢是妖怪 K 线，然后8阶阴线走出来之后走沙僧阴线，沙僧阴线后面的这些都围绕这个8阶阴线的实体部分做了震荡，所以呢这部分震荡完成之后呢，我认为行情在日线级别，我们看到的是日线级别会走出一个最终的什么呢？唐僧阴线，最后呢完成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9,000附近最终完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这轮行情同时呢，我们可以画出这个波峰连线，日线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但绘制出来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的焦点这个线怎么画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很简单但是呢，它们两条线几乎是一个平行结构，没有找到焦点，没有找到焦点的时间点我们认为它行情还会保持下跌趋势直到它脱离了这个绿色线的范围之后，走这个下一个步骤，走它的反弹步骤我们才认为趋势发生了改变。那么现在来看，反弹趋势还没有出现，伴随美股正在走日线级别的下跌我们知道美股是有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预期，那比特币这里呢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预期。那么底部呢，在9月中旬，我认为会有现在是9月3号，明天9月4号94是那个有一个惨案94惨案嘛，大概是在17年左右的时候主要是政策性的影响，所以呢，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一定要小心空头再次发力，出现唐僧阴线，同时呢，耐心等待2次见底的这个位置出现应该说是可以说是2次见底因为第一个底部的位置17665出现之后它要确认一下子。整体来说呢，我画的这个看图我画的这个紫色圈的部分是它第一次见底。第一次见底之后反弹达到44%左右，然后下跌，2次反弹的这个空间呢，我认为是大概是25%左右25%左右，反弹的目标位呢是在$23,000，目前这个趋势还没走出来，所以呢，我们仍然认为行情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目标位是$19,000附近这个位置呢大概率会2次见底一下，因为在18年的行情和16年的行情当中，我们都出现了一个70%下跌70%后有个底部平台震荡出来的这样的现象，震荡出来这个底部平台之后我们会误以为
就市场上所有散户都会误以为啊2万美金附近，甚至是19000、18000这个附近呢是行情一个低点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给你的错觉，最终的行情会把这个低点啊这个平台击破啊，这个平台会击破啊，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你看啊，去年1月份啊出现了一个位于3万美金附近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在冲高之后啊，冲高到63000美金之后，回打下来3万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然后再次2次冲高，比特币见顶于69000美金，然后回落的过程当中，3万美金依然构成了它的第3次支撑，反复围绕这个支撑之后，第4次行情啊出现了一个下杀，跌破3万美金之后，比特币下跌空间打开啊，最终呢我们看到了近期的低点17605啊，这种行情也一样啊。行情反复的做结构啊，但是呢，这个结构我们看到了，我对行情的预判呢，就是这里面会出现一个结构套结构的一个走势，这种走势呢，会对你对行情多空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困扰啊，多空呢很难在这样的震荡当中找到合适的趋势，最终在行情当中赚钱啊，你说。突然反弹个24%左右啊，那你5倍杠杆的空单啊，你如果在19000美金去建立的话啊，一定会被爆破啊。下来之后呢，你的多单又会被爆破，反复这样震荡啊。你5倍杠杆，大家伙很多人都喜欢做5倍杠杆啊，在这里我是不建议的，我建议的是你做4倍杠杆或者4.5倍杠杆，就是不要做5倍、10倍、20倍这样的整数倍的杠杆。啊，这样呢，你就会避免被庄家精准狙击，啊，一定要有一些技巧，这个技巧呢，肯定是在长期做单当中啊找到的。那么行情目前啊，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还有一个唐僧阴线啊，这个等在周一开盘之后啊，它有可能会走出来啊，等待周一美股开盘之后，如果美股继续下跌的话啊，继续往下走的话，那比特币啊。见底啊，周期底部19000美金是可能走出来的。然后我们说以太坊，我们首先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在这个交易对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日线级别上它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呢，我们认为啊，它有一个快速回落的过程，并且这个三角形呢构成了它的一个主要压力位。在这样的压力位，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前面行情的当中的高点0.088啊，0.88已经非常接近，所以呢，在这个压力线和前高的啊这个两重压力之下呢，以太坊啊和比特币的交易率容易出现回落，并且这个回落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是在9月9日附近，也就是说啊，它形成焦点位这个附近是容易发生回落的一个区间。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呢，我们看到啊，上方两条压力线分别是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然后我们我切换一下啊。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在这两条均线压制之下，行情还有这个周线级别弧形顶在1650附近啊，构成了一个压力。再者呢，日线级别上啊，波峰连线，这个波峰连线呢是今年5月份啊，波峰连接过来之后啊，也在1650和1600点构成了第3重的压力。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有这样几个压力位啊。第一组压力位呢是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压力，第二个呢是弧形顶构成的一个压力，第三呢是均线系统133、169构成的压力。三座大山压力之下呢，以太坊上攻无力。同时呢，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最高点正好打到了1650美金附近，1649.64，非常接近1650了，几乎就是1650。到达这里之后呢，发生快速回落。回落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同步了美股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有做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了啊，悟空阴线出来了，八阶阴线出来了。看图啊，
8届周线级别的阴线出来了，那这周的反弹，本周的反弹仅仅是围绕8届阴线的实体部分，所以呢，下方还有沙森阴线和唐森阴线。最终呢，周线级别以太坊的目标位$1100啊，这个我在行情当中反复提到了。以太坊如果跌下来，跌幅是比比特币更多的，同时 ETC 的跌幅也会更大一些。我们打到 ETC 啊。ETC 呢，我们是看到啊，它的价格对折，打对折。为什么说要打对折、打骨折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 ETC 同步了以太坊做周线级别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同步以太坊出现了悟空阴线和8届阴线啊。目前呢，这周的反弹，周线级别的反弹围绕的是8届阴线的实体部分，所以呢，下方还有周线级别的沙森阴线和唐森阴线，所以呢，$32的 ETC 我看空到$16附近，没有什么问题。Luna 的老币啊，也就是 LUNC， 我们一定要看它的1000倍合约，在这里面可以非常好的观察到它的 K 线完整度啊。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啊，它出现了一个1小时级别的上涨细由。那在这个1小时级别上涨细由的悟空阳线的指引下啊，它有可能到达什么位置呢？到达$0.28附近。当然了，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跌破悟空阳线、小日线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0.24，跌破这里是要设置止损的。那么在行情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它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之后，在焦点位处发生了跌破。焦点位跌破之后，运行在下部这个区间，然后开始发生反弹。反弹呢出现了悟空阳线，所以呢上方它的压力位在哪儿呢？在$0.28附近。所以呢止损位置是设置在0.24，那获利之后在$0.28附近。由于它的压力位作用，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需要减仓啊。老币种老 Luna 是一个目前热点币种啊，最大涨幅呢达到了200%多，这样呢在行情当中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它波动大了之后会有非常明显的风险。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了Luna 在这轮行情当中出现了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并且出现了下一轮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在这个悟空阴线悟空阳线没有被打破的前提下呢，在日线级别上啊，它还有可能再走一波日线级别上涨细由，最终呢，它有可能走周线级别的上涨细由。虽然有这样的预期，但设置止损是必要的啊。在行情当中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要伤害别人，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仓位，同时控制止损，设置止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天猫、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稀有战法一书。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